电视机前坐着一位饱含泪水的老妇人，不是因为她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，而是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日军拒绝承认自己所作所为的画面。一段不愿想起的回忆涌上心头。那是在1943年的时间节点，一艘行驶在渤海湾的船上，船里面装的不是货物，而是来自中日朝三国的女性。她们被告知要前往的目的地是陆军娱乐所。这时，一个小女孩天真地问她的姐姐：一旁的日本女人则说了一句：现在正通往地狱。在这艘船上的女人，除了来自日本的，其他人对陆军娱乐所都是一无所知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所谓的陆军娱乐所。站在台上的这个军官叫做中村，是陆军娱乐所的所长。根据天皇陛下的全民总动员的宗旨，从今天开始，他们的身体将不属于他们自己。紧接着，他们被带到一个小黑屋里，轮流着被绑在椅子上，朝着日本医生张开双腿，检查是否有性病，没有隐私，没有尊严，像是一个个被检查是否合格的货物。然后，他们被要求脱掉衣服，排队站好。士兵将消毒液体喷洒在他们身上进行消毒，像是给一头头牲口消毒。结束后，他们每个人都被分配到了各自的房间。而在娱乐所的门口，这些等待多时的日本士兵早已经排上了长龙，好似一群群饥饿的猛兽，在等待着一顿饕餮盛宴。所长中村来到了8号房，这里面是来自朝鲜的一位女生，叫做妍希。她说她是爱国义工团的一份子，可是中村才不管那么多，解开了腰间的皮带，逼近床角的女孩，颤抖的声线透露出害怕与惊慌，还企图为中村弹奏小提琴来保护自己的贞洁。可中村却一把夺过小提琴，拨动了2下后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直接踩碎个稀巴烂。妍希崩溃大喊：不要啊！紧接着，中村狠狠地扇了女孩几巴掌，撕开她的衣服，强行侵犯了她。妍希的眼神绝望而空洞。外面一个个士兵排队付钱，然后被安排进某个房间。面对女孩们的求饶，这群禽兽视而不见，反倒是一声声求饶声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兽性。女孩们就这样被这群禽兽肆意蹂躏，尖叫声、哭喊声、求饶声响彻整个军营。从早到晚，女孩们得不到片刻的休息。第二天，女孩们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有的已经不能正常走路，有的下体已经浮肿，更有甚者下体已经破烂。平均每个人都至少服侍了30个士兵，但还没得到片刻安宁，经营这家慰安所的日本商人山田拉响了恶魔的铃声，高喊开业了。一场噩梦又开始了。院子里坐等的男人，走廊上回荡的惨叫此起彼伏。今天，一位年轻的日本新兵来到公子的房间，初见，男孩说：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想妈妈了才过来的。公子是少数日本慰安妇之一，为了安慰新兵，公子拥抱了他。而另一边，不愿屈服的中国女孩小丹咬伤了日本士兵，于是被带到了所长中村的面前。面对中村的剑刀威胁，小丹也丝毫不惧，眼里闪烁着倔强，并朝中村吐了口痰。中村恼羞成怒，狠狠扇了小丹几巴掌。小丹的嘴角渗出鲜血，但他没有求饶，而是狠狠地瞪着日本人。中村虽然很生气，但如果少一个慰安妇，他们会损失很多的经济，于是他暂时将小丹放了回去。而妍希的妹妹就没这么幸运了，她才14岁，因为无法承受日军的暴行，导致自己精神失常。但禽兽般的日军也不打算放过她，准备把她送到731部队去做人体试验。结果第二天清晨，因为无法承受日军的暴行，年仅14岁的女孩选择了上吊自杀，结束了自己年幼的生命。妍希被日军骗到慰安所里，成为了一名慰安妇，在如同地狱般的地方遭受着非人的折磨。和她一同来的还有她年仅14岁的妹妹。可就在今天清晨，承受不了巨大折磨而导致精神失常的妹妹小珍选择了上吊自杀。妍希在这里唯一的精神支柱没有了，她趴在小珍的尸体上痛苦不已。妍希崩溃了，妹妹的离世成为了垮倒妍希的最后一棵稻草。她拿着镜子整理好着装，选择了割腕。幸好被及时赶到的小丹和另一个朝鲜士兵小金救下，在小丹的劝说下，她重拾了对生活的希望。而这天，小金也特地来到8号房找到妍希，但他并不是来找妍希释放自己的，而是来关心她，询问她身体状况，并让她好好生活，珍惜生命。这天之后，小金来到8号房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但他每次来都只是简单的谈心和聊天，没有做出逾矩之事，偶尔还会给妍希带上一点小礼物。这样日复一日，小金的出现仿佛给妍希黑暗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光明。他逐渐对小金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，两人的事情很快被公子察觉，但他没有选择告发，而是选择隐瞒。在这个艰苦的日子里，中国女人小丹、朝鲜女人妍希、日本女人公子，3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互诉衷肠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在之后的接客生活中，为了给妍希和小金争取到更多的二人独处时间，小丹和公子主动拦下了排在妍希门前的客人。但好景不长，战争是逃不掉的催命符，小金要上前线了。他这次过来是为了告别，并送给妍希一个勿忘草的蓝色发卡作为两人的信物。两人互相深情地望着对方，身体的荷尔蒙逐渐上升，两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。第二天，小金已经前往战场，即使在战场上，小金也不忘给妍希写信，而妍希也深深地思念着小金。但喜悦和惊喜总是相伴而来。妍希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正是自己和小金的孩子。她决定将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但这也意味着妍希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客，这对于慰安所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于是公子找到山田，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填补妍希无法接客这段时间的损失。此后8号房正式进入了停业阶段，妍希的肚子一天天的变大，20个月也转瞬即逝。在小丹和公子的帮助下，妍希顺利生下了孩子。可这个刚刚见到新世界的孩子还没来得及见到自己的父亲，他的父亲小金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小金的战友给妍希带来了小金的遗物，战友告诉他，小金在去世前还一直惦记着妍希。妍希在慰安所里先是失去了自己的妹妹，然后孩子的父亲也战死沙场。他望着自己的孩子，一时间陷入了巨大的悲伤当中。在接客的时候，眼神空洞，就如同一个木头一样躺在日军的身下，而孩子就躺在旁边，发出的哭声仿佛就是对这些没有良知的日军的斥责。但孩子的哭声已经影响到了慰安所的正常营业。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，山田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他趁妍希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把孩子藏了起来，并和中村商量说，等保安队值班时，把孩子交给他们，让他们把孩子扔到中国人的村庄里去。正当二人商量的时候，妍希回到房间，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，恳求他帮忙找孩子。可是中村和山田两人怎么可能答应这种要求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孩子哭了，妍希听到了哭声，赶紧跪下祈求两人把孩子还给他。妍希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使得两人心软，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毒打。就在这时，公子及时出现，替他夺回了孩子。这天，小丹找到妍希，他说日本军队的战事不佳，他们失败是迟早的事情，他们失败后肯定不会放过他们这群慰安妇。于是小丹在计划着逃跑，妍希则认为自己的孩子还太小，带着他跑会很不方便，于是没有参与小丹的计划。而公子也拿出了自己的首饰送给小丹，让他去换点钱当做路费。小丹趁日军稍微松懈的时候，一刻也不敢停下脚步。就在他即将成功的时候，还是被一个日军给发现了。日军以高龄的姿态捉回了他，等待他的将是惨无人道的折磨。他被双手绑着，吊在中村的房间。中村用棍子使劲地抽打着小丹，小丹宁死不屈。他辱骂着中村，并嘲讽日本天皇，这也完全激怒了中村。他决定处死小丹，来杀鸡儆猴。次日清晨，小丹被绑在地上，所有的慰安妇都饱含泪水。小丹看着妍希和公子，用自己最后的力气向他们道别，最后转过身，静静地望着天空，等待着处决。只见中村抽出了刀，面对死亡，这位来自南京的姑娘没有露出丝毫的害怕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她坚定地大喊出：中国人民会站起来的。刀锋顺着她的胸口向下移，隔着粗糙的衣服捅进下体，施虐着变态，享受着呻吟的快感和姑娘应忍的痛哼，硬气的灵魂长在不屈的土地上，根扎得很深很深。终于，随着2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，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所有的日本军人都十分不可思议，有的垂头丧气，抱头痛哭，有的选择切腹自尽。但所有的慰安妇都围在一起跳舞，因为他们终于解放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慰安所充斥着对美好的向往，但是日军召集了所有的慰安妇，把他们集中到一处空地。此刻，所有的美好犹如昙花一现，禽兽般的日本人将他们全部处死。公子见妍希迟迟不回，当他赶到后，在他面前横尸遍野。他找到妍希，妍希此时还剩下最后一口气，他将孩子托付给公子，并将自己和小静的信物蓝色发卡也交给了公子。转眼回到现在，木娘的公子来到慰安所的纪念雕像前，虔诚地跪下。他为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向所有的慰安妇道歉。作为最后的慰安妇，他成为了历史最壮的见证人。惠子得知妍希是自己的生母，看着照片大哭。妍希的死让人愤怒，丹丹的死让人心痛。那些让人沉痛的历史更不该被忘记，永远不会忘记日本的罪行和丑陋，不肯承认事实的嘴脸，
永远不会原谅日本的杀戮和蹂躏。那些不愿意正视历史的日本人，将在他们自己恶心的世界里发烂发臭。